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我叫冯新宇，我是香港 SoPay Limited 的创始人和 CEO， 大家也可以叫我 Sunny。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创办过国内最大的无人零售公司，进入区块链行业也有3年了。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Meta ID， 基于 MetaNet 的分布式 ID 解决互联网信息孤岛问题。内容主要是讲述什么是 Meta ID， 可以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全新的区块链的一个应用等等。然后我还会介绍一下我们基于 Meta ID 的一些产品这个主题主要是面向对分布式 ID 对区块链感兴趣的开发者也欢迎广大的前端开发者能够积极参与。在开始之前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还有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是一家专注在 BSV 领域的支付和应用服务商。我们产品涉及到 To B 和 To C 2个领域分别是我们叫 SoApp， 它是一个 To C 的一个链上社交应用，然后还有一款产品我们叫 SoPost， 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一个数字货币支付的一个体系。这2个产品呢都是基于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 Meta ID 的。好，我们现在进入主题在开始之前我想让大家想想互联网我们都很熟悉了，但互联网的架构是否足够好呢？其实基于 TCP/IP 的互联网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些弊端也呈现出来了。主要有3点包括一个就是数据性先天性数据的先天安全不足，第2个呢就是数据的确权困难，第3个就是信息孤岛严重今天我会着重讲这个信息孤岛的问题，还有如何解决的办法。好，我们今天先以 MCN 为例最近大家都很熟悉很火的这个短视频机构。其实现在对于一个短视频机构的一个发布者来说，他拍完一个视频，他需要同时发布到很多个平台上左边的一大堆这些视频 logo 都是他拍完视频后需要发布的。然后对于视频开发者来说，他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流量变现不直接，所以都得要靠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带货或者是做一些软广告植入等等然后同时不同的视频平台之间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其实这个现象呢源于整个互联网的架构的一个先天不足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其实远远不单只是短视频领域包括电商，包括IM， 包括外卖行业等等，其实都莫不如是，是吧？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饿了么和那个美团外卖2个平台的数据是不互通的，所以其实日常中对我们很多的一个生活造成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得到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那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就比如说以短视频为例这几家平台如果是联合起来，然后一起相互打通之后，然后形成一个共享机制，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问题远远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结果呢就是最后数据变成了被围在一个小花园里，变成了围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私家花园里，就最后结果呢只会形成一个垄断的信息联盟组织，这并不是我们要解决的办法。在我看来呢，要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呢，它必须得有3个基础第一个就是信息它必须得要被可信的、不可篡改的保存。第2就是公开的信息要能够被其他应用无许可的获取。第3个就是隐私的数据需要经过的用户的授权才可以被其他应用访问但其实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一个限制这些点其实都是现在不能够被满足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互联网应用形成了信息孤岛的这么一个技术根源所在。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在现在我们今天就可以基于 BSV 还有 MetaNet
来构建一个全新的互联网应用。我们今天就可以打造一个安全的、确权的，并且可以解决信息孤岛的一个全新一代互联网应用。接下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基于 BSV 还基于 MetaLab 啊？它这两个 BSV 还有 MetaLab 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好处？我相信观看视频的朋友都已经对 BSV 很了解，我就简单说一下了啊。那 BSV 有什么优势呢？第一点，它是具有无上限区块容量的一个 POW 公链，它是唯一能够承载71人交易的这么一个公链，它具有比以太坊还强大的一个智能合约，然后整个协议它是 set in stone 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应用不用担心建立在一个沙子上。然后 MetaLab 有什么优势呢？MetaLab 它在我看来主要有3点一个优势。第一，它基于 ECDSA 的权健功能，所以不存在交易和数据被伪造的可能。然后第二，MetaLab 带有版本控制功能，这是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三，它具有将离散的 UTXO 交易收敛成一个顶点的这么一个优势啊。就简单来说，它就可以使得 Bitcoin SV 整个的基于 UTXO 的模型，它同时也具备了账户模型的这么一个优点。然后其实基于 BSV 还有基于 MetaLab，在我看来还不够。我们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刚才提到的信息孤岛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分布式 ID 体系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用户的信息必须要放到链上，这样用户的信息才不是被某个公司所拥有。然后第二点，用户必须要用用户的链上唯一 ID 关联起来，然后对不同应用的数据进行一个关联，成为一个纽带的作用。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必须得有一个相应的规范，然后大家能够知道，我要在那个链上哪里去获取这个用户的信息，哪里去获取这个应用的信息，就因此呢，我们认为呢，要解决很好解决这个信息孤岛的问题呢，必须引入一个分布式 ID 的一个协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Meta ID。Meta ID 呢，它是一个基于 MetaLab 的一个分布式 ID 协议然后这页 PPT 下面有它的一个网址，就 MetaID.io 欢迎大家视频过后去访问这个官网。这个官网上还有它很详细的这么一个白皮书，也有很详细的技术规范，但今天不是我跟大家介绍的重点今天我接下来可能要介绍一下 Meta ID 的一些理念让大家能够快速了解 Meta ID 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好，我们先看一下 Meta ID 的一个设计目标总共有5点第一点呢，我们希望用户在 BSV 网络上只需要一个主私钥或是一个助记词，就可以使用所有的支持 Meta ID 的一个应用。然后第二点就是用户的基本信息和应用交易数据都记录在自己的就自私钥所控制的这么一个 MetaLab 的一个节点上，这样就能够做到用户的数据和应用方还有钱包方无关用户就可以彻底掌握自己的数据。然后不同的应用之间的数据可以相互互通这样子就可以消除应用间的信息孤岛的问题。然后不同协议的数据可以在 Meta ID 的关联下可以相互组合然后 BSV 的开发工作就可以大为减少。然后第5点就是 Meta ID 它是具有灵活的扩展性应用还有协议的制定方呢，能够很方便的加入或修改它所需要的一个协议从而支持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好，然后就这几点我具体的拿个图来展示一下，大家就可能很清楚的了解了。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希望用户能够拿一个私钥或助记词就能够使用所有的钱包，还有基于 BSV 上的所有的一个应用，所有的网站这样子用户他就不需要一个应用我要记一套助记词，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把助记抄下来其实很麻烦的，也不安全这是我们第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一个 ID 能够使用所有的应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数据它可以真正的被用户所拥有。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基于互联网上的应用上图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互联网上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格式
其实包括用户的数据，就比如说用户的姓名、用户的头像等等，然后还有包括由用户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我发一个帖，我点个赞，是吧？然后我给别人评论了一下，这些数据其实由用户所产生，但过往的互联网模型里面，它都是存在应用端的一个数据库里，用户远远谈不上掌控它的数据。但基于 Meta ID 的一个模型呢，就是就图上的下边2个树状图啊，这个树状图的一个顶点呢，就是用户的一个 Meta ID， 这个顶点下的所有的节点呢，都是由用户的私钥控制的一个节点。所以呢，我们是将用户所有的数据，他自己产生的所有数据，比如说，我发一个帖，我点一个赞，然后还有用户的名字信息等等，全部记录在用户的 MetaNet 树上，就从而达到了用户他只要掌控自己的私钥，就可以达到真正掌控自己数据的这么一个目的。然后第3个呢，这个就是解决信息孤岛很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不同的应用，它可以无许可的采用同一份数据，这无许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不同的应用就比如图上的左边跟右边2个应用，它是分别由不同2家公司所开发的一个应用，但他们只要遵循同一个协议，就可以在区块链上同一个地方来读取相关的一个数据，然后也会根据同一个协议来进行数据的一个展示。当然，就不同公司它可能有不同的策略可能就是公司 B 它喜欢黑色，喜欢 APP， 它就做成另外一个用户体验，然后公司 A 就也可以做成另外一个用户体验，但大家的数据来源是一致的。好，然后第4点呢，就是不同的协议之间呢，它其实可以相互组合我就以一个简单的微博为例，它其实在页面上看到的数据，它其实是有多个用户的不同的一个 MetaNet ID 上的一个数据集合而成的，然后上面的包括用户的点赞、评论等等，其实都是一个组合式的展示，所以就这样子就可以使得不同的一个应用间、不同协议间，它的开发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这样就是可以大幅降低了那个开发的工作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更多开发者能够采用 Meta ID 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这样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好，然后我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就是 Meta ID 它的技术原理，它大概是怎么能做得到的首先在这个图上最顶点的就是 BSV 主网这 BSV 主网它是有海量的信息但作为数据服务商作为 MetaNet 的数据服务商，它只需要过滤在所有的那个交易里面，所有 text 里面带有 Meta ID 这么一个 flag 这么一个标识的这么一个交易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可以根据MetaNet 白皮书，然后还有 Meta ID 的白皮书，然后知道中间的一个格式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将不同的带有 Meta ID 的这么一个交易，然后拼成一个 Meta ID 的一个树状，就下面的一个树状。我将这个树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这个树状顶点呢，就是用户的一个标识，也就是 Meta ID。然后呢，我们 Meta ID 呢就通过协议约定好了相应的一些重要信息的一个存放位置，比如说，这个 Meta ID，这个树下右边第一个节点就叫 info， 是吧？然后这 info 节点下边就存放用户的头像信息用户的名字等等。Protocol 节点下呢，就是存放各个的一个公用协议的这么一个数据比如说这个 sample protocol 就是一个样例的一个协议它就存放了一些JSON 格式的这么一个交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得只要知道 sample protocol 的格式的一些应用，就可以很方便的获取用户相关这个协议的数据，就从而达到了数据可以无许可重用、无许可共享的这么一个目的。刚才说的可能比较抽象所以呢，接下来我想就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给各位展示一下，就是基于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好处，或是基于 Meta ID 的这么一个威力我待会要演示的就是有2个小的应用，一个叫 MetaNode，
它是一个基于 Meta ID 的一个很简单的链上的类似印象笔记的这么一个应用啊。然后右边这个叫 SoBus， 它是一个类似微博的，但也是基于 BSV 基于 Meta ID 的一个链上微博这么应用啊。然后按传统来看呢，因为一个是笔记应用，对吧？一个是链上微博应用，这两个应用之间按传统来说是很难发生交集的。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由不同公司团队所开发的应用如何能够基于 Meta ID 来打破信息的藩篱，并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互动效果。好，然后左边就 Meta Load， 右边是 SoBus 我们先登录进 Meta Load 我们就输入了一个简单的账号，然后登录了 Meta Load。我们看到了 Meta Load， 它就是一个在线的，跟印象笔记差不多的一个笔记然后它也具有很多的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好，我们新建一个笔记新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笔记，然后选择了笔记分类，然后我们选择了公开发布。好，我点完成，然后出了一个提示框，就告诉我这个文章公开发表了，别的应用有可能被引用了。然后我点确定。然后就是需要支付一定的金额 ，OK， 这个已经上链了，完成了，就这个文章已经上链了。然后我们打开一下 SoBus， 刷新一下页面，然后我们看到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链上的微博应用 SoBus 它能够看到我刚才已经发出了最新的那个文章，对，这个就是最新的文章。然后同样的，我在 SoBus 里面我发一个最新的状态，比如说我发一个最新状态 Meta Load 上线了，同样的也是发布上链。我发布上链之后呢，我又回到去Meta Load 里边，然后 Meta Load 里面有专门一个目录它是专门就显示这个 SoBus 的例子的，然后就看到第一条就是刚才发布的那个内容也已经在那个Meta Load 里边了。好，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应用呢，就是一个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么一个效果。但在我们看来就是打破藩篱，让信息自由流动，这只是第一步然后我们还希望呢，通过 Meta ID 呢，就是达到第一，就是让用户能够真正掌握自己数据。然后呢，很重要一点呢，第二点就是改变现在互联网模式，就是以应用为中心，变成以用户为中心。其实可能大家还不是太意识得到，其实现在我们日常所用的微信也好，或者是其他软件也好，其实整个模型都是围绕着应用为中心来用的。但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打造一些完全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个应用然后第三就是信息可以无处不在。这个无处不在呢，它是不单是指那个信息它是可以出现在多种终端上，它更多的是指信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公司所开发的一个应用上就比如说刚才看到的那个链上微博它其实完全可以由很多公司开发不同的一个客户端版本来呈现相同的一个数据。在那个更长远的将来更长将来那个MetaNet 我们认为它是可以对互联网的应用升级为它本该有的样子就长期来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会有第一个就是用户他更愿意在链上发布公开的信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积累链上的一个信用然后今天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以后用户链上发布公开信息就很像用孔雀的尾巴，就是用户来展示我的一个能力，我是什么人的这么一个途径。好，第二点就是由于应用数据能够很简单的根据协议从区块链上被恢复，所以应用它将大幅降低了就是不可访问的这么个几率就是举个例子，就假设某个应用它是由于某种原因停止运营了，或者是不能访问了，但由于整个协议是公开的，而且数据是分布在整个 BSV 链上，所以其他的第三方应用它其实是很简单的，能够根据协议从链上将这个原来应用的数据可以恢复过来，所以站在用户角度上来说，它的数据就不会丢失然后第三点就是由于公开的数据均是可以无许可的获取的，所以应用间的竞争力就是
就只能变成了就是努力提高用户的体验，还有降低资费在这个层面上，而不会再出现今天大部分应用都有的就是携用户的数据而自重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甚至是更愿意就是往大的方面来去想啊。其实站在整个的Meta ID 或是 MetaNet 的这么一个角度，甚至整个 BSV 它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么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呢Bitcoin SV 网络它未来就是一台超级大的计算机，然后呢整个 MetaNet 呢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一个超级应用啊，它只是一个大的应用啊，然后呢 Meta ID 呢就是这么一个大的应用里面的一个功能协议的总线，还有用户体系，然后用户在 MetaNet 上所做的每一个交易呢，就像是电脑里面的一个事物，然后 Bitcoin 就是 Bitcoin SV 这个币就是这台计算机的一个能量啊。如果站在这么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就是对理解 Meta ID 是什么会有个更直观的这么一个理解。好，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就是关于 Meta ID 的一个隐私模型，因为其实 Meta ID 的一个设计目标啊，是希望公开的数据啊可以被无许可的获取，所以就可能有些朋友啊初次接触 Meta ID 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很容易觉得，哎 ，Meta ID 的隐私模型啊可能会有问题啊，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会花点时间说一下 Meta ID 的这种隐私模型啊。在我们设计中呢，对于协议的隐私模型呢，我们希望是由协议方还有应用方来制定的。就假设用户如果他希望我的数据不被公开是吧？不希望被其他应用很方便的引用啊，然后建议可以考虑以下方式：第一然后应用方可以将节点的 encrypt 属性就设为1这样就等于将整个节点上的数据进行一个加密。这样子只有用户他自己拿着他私钥才可以对这个加密内容进行一个解密，所以这个数据反而是更加的一个隐私。然后呢，该协议的数据呢，加密方式呢，也可以考虑采取 ECDH 的协商密钥的方式来处理啊，这样数据就只有用户还有应用方就能够查看得到啊，用户也能授权或是委托第三方来访问它的加密的数据。哎，可能还有一些应用更极端一些，是吧？我甚至不希望任何机构能够访问得到，所以，协议就应用方甚至可以单独构建一个独立的数据集，然后通过一个桥接的节点，将这些数据和 MetaNet 的主数进行一个关联。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桥接节点关联隐私数据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在那个 Sample Protocol 下面有一个叫Bridge Node，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桥接节点这个桥接节点呢它是由应用方所定义的例如可以在桥接节点里面记录了用户的 XPub 然后应用方就可以根据用户这桥接节点上的一个 XPub 能够接下来所有的节点都采用了BIP32的 HD 方案这个 BIP32的方案它其实也是比特币一般支付所用的一个方案或者是应用方它要自定义其他另外隐私模型完全都没问题。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桥接节点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极端隐私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关于隐私模型呢，我这边也想再说一下。其实在我看来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隐私和匿名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别不是分得太清楚，所以我也愿意说一下。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希望数据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然后如果是数据它是完全没有保护的，就是像图上白色的那个区域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假设数据它是完全匿名，什么叫完全匿名呢？完全匿名的定义就是数据只有用户他自己知道的，别的任何机构它是没有办法能够知道的数据，其实就像匿名数据。那怎么叫隐私的数据呢？隐私的数据其实是公众层面，公众他不能够轻易获取得到数据，但是某些机构它是可以获取得到的那个数据才叫隐私的数据。
当然就公众能够很轻易获取的这个方式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完全匿名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其实完全匿名只会带来一个更糟的一个世界，这个其实之前也很多论述过了因为完全匿名就等于用户做链上或网上做什么事情完全就不需要负责任，这也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好，然后在隐私的其实中间的那部分才是隐私的部分，但隐私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的隐私度是在偏向于没保护那边更多一点，还是在中间，还是更偏向于在匿名端那更多一点？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更是一个博弈的结果。就简单来说。我认为隐私保护是个度的问题，它是用户和应用方的一个博弈的一个问题，它是最终由用户他来根据自己的一个方便度，还有这么一个信息的一个隐藏的深度来进行最终博弈的一个效果。好，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公开的数据能够被无许可的获取，然后我的一些重要数据，比如说我希望我一些发表一个文章，对吧？然后我希望别人能够给我付费才能获取得到就是所以这样涉及到 Meta ID 的这么一个授权模型到底怎么样的，这里我也花点时间去说一下如果用户他是希望他部分数据的是要经过他的一个许可，或是要经过他的一个或是要给他付一定的金额，就是完全一次买卖，然后别人才能够拿得到。这个其实在 Meta ID 也完全可以做的比如说这图上左右两边是不同两个用户的一个 Meta ID 数然后用户 A 将他的一个作品放在了他的个人作品这么一个协议下面，当然就为了不被所有的一些应用公开能够获取得到，所以他将部分数据加密了。然后呢，这时候呢如果是用户 B 他需要获取这部分的一个加密数据的话，然后他可能需要给用户 A 付一部分金额，然后用户 A 他同意了，然后他就可以用他的私钥来去解密，并将这个数据传输给用户 B然后这用户 B 他就可以将这数据写在自己的 MetaLayer 数上了当然这个过程就可能需要用户 A 在线，因为他需要来进行一个私钥的一个解锁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但同时用户 A 他也可以就是和某种中间的服务商或者叫代理方然后大家协商一个共同私钥出来，然后托管在那个应用方那边协议方那边代理方那边然后代理方这边就是可以在用户 A 不在线的时候，就是可以替他将这个加密的数据进行解密，传输给用户 B， 从而达到一个数据的这么一个授权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基于 Meta ID 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它是既很好的解决了那个用户无许可被公开访问的这么一个问题，它同时也能很好解决了用户的一些核心或是一些很重要数据的这么一个付费授权访问的这么一个问题。好，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Meta ID 现在已经有的基础设施因为 Meta ID 它其实还是蛮依赖于基础设施的现在来说，就能提供 Meta ID 基础设施的服务商呢，现在有2个那第一个就是 Soulman，Soulman 的那个地址呢，就是在下面 soulman.soulpay.io然后Soulman 呢已经是有提供了一个能支持 Meta ID 交易构建的这么一个钱包，然后也有一个叫 Meta ID.js 的这么一个 SDK。开发者只需要通过这个 SDK 就能够很简单的就是重用现在已经在链上有的协议数据并且就可以很快打到他自己的数据。然后第3个就是 SoulmanDB，SoulmanDB 它是一个类似MongoDB 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开发者他甚至可以采用就是和 MongoDB 类似的这个 query 语句，直接在他的客户端里边查询 Meta ID 的一个数据。第一个大部分呢，就是由 MetaSV 团队，就是在日本的 MetaSV 团队里面提供的一个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有的基础设施呢，就包括有MetaNet 的一个聚合的 API然后还有 MetaStream，就是基于 Meta ID 的这么个交易的流式的这么一个服务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类似 MongoDB 的 query 查询这个也马上提供了MetaSV 的网址呢就在下边，就是 metasv.com 然后大家需要往下需要了解相关开发资源，或者是甚至需要开始做一个应用的话，就可以访问这2个网址。然后我们认为呢 MetaID 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现在对区块链感兴趣的开发者的一个进入方式，甚至是我们认为现在大家如果是要打造一个新一代的基于 BSV 的一个新的互联网应用的话，最佳的办法还是基于 MetaID 为什么呢？主要3点第一个，基于 MetaID 的开发范式呢，就可以让开发成本更低，开发周期更短因为成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基于 MetaID 开发的应用呢，就能够在海量的用户数还有公开的这么一个应用数据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一个应用从而解决很多新应用它其实很头疼的一个就是冷启动的问题就是我不会在上线第一天一个用户都没有，是吧？我上线第一天其实已经有海量的用户数据了，这是很重要一点。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应用上线第一天它就有收入了，这是一个基于 BSV 还有那个 BSV 微支付的这么一个好处然后这个图表呢就是说明了基于 MetaID 为什么能够大幅降低成本呢？我们以开发一个刚才看到的那个 SoulBus 的一个类似微博的一个网页应用为例其实基于传统的 Web 开发来说开发这么一个应用，其实对于传统的 Web 开发熟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它所需要的一个工程师起码要包括有一个前端工程师起码有一个后端工程师，然后也需要一个数据库工程师，对吧？然后他所需要工作呢，包括还得要有做一个数据库设计，然后还得要做一个架构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后端程序的一个编码，然后还得要有前端工作的一个编码，对吧？然后还得要很大的一个运维工作然后整个开发的一个周期来说，大约就需要60人日，而且它整个的收入模式只有一个就是靠广告来收入，包括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微博新浪微博，它的收入模式主要还是靠广告，对不对？而基于 MetaID 开发的模式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得益于整个 MetaID 的一个 serverless 的一个开发架构，并且得益于 BSV这个全球账本的这个优势，所以开发一个 MetaID 应用其实只需要一个前端工程师就够了。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只是负责做前端的一个代码，按照刚才提到的一些技术工具按照相关的 SDK 来进行前端代码的开发工作就可以了。然后开发一个刚才那个 SoulBus 的应用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工作周期其实可以远远少于20人天并且也很重要一点就是上线第一天就可以有多少都会有收入了因为基于 BSV 的微支付，每一笔的包括上链费包括点赞费，其实对应用方来说它都是可以抽取一定的佣金的，对吧？所以最保守估计基于 MetaID 的一个开发模式可以让整个的开发成本下降67%以上就下降2/3，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个非常诱人的这么一个成本下降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好，然后我们来聊聊因为MetaID 这种无许可的公开数据访问模式，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没有很深刻的体会过，但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应用趋势并且基于 MetaID 这个开发范式，以后会产生很多的一个很好玩的这么一个应用出来就是我的现在就简单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对未来的这么一个猜想，或是根据 MetaID 的一个特性推演出未来的一个可能比如第一个我们以社交软件为例我们天天都用微信，很熟悉是吧？但其实基于 MetaID 的社交软件，它其实可以做得到我的数据或是我在聊天，我并不需要绑定在某一个应用上就比如说完全可以做到微信还有像那个国外的WhatsApp 等等数据进行一个互通就比如说假设某些原因微信访问不了我们其实完全也可以打开 WhatsApp
来进行和原来微信一样的这么一个和别人的沟通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甚至整个社交软件也可以变成全网的一个通知中心，是吧？因为现在可能别人给我们发条信息，我们手机收到微信一条信息一条通知，但其实远远可以不止这样子，有可能比如说能够做到我在淘宝买个东西，别人给我发货了，我微信其实也可以收到一个发货通知啊。然后或者是我在新浪里面新浪微博里面发了一个帖，别人给我点个赞，其实我的微信其实也可以收到一个点赞通知，其实这些基于 Meta ID 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啊。然后比如说电商啊，电商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现在天猫、京东啊，还有拼多多啊等等这些电商平台数据其实不互通的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 MCN 的一个视频创作者的一个烦恼，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个卖家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是吧？然后经常也传出平台2选1等等这么些问题。其实 Gmeta ID 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了啊。然后不同的电商平台之间呢，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拥有的是同一个用户数据源啊，所以他们只是在那个用户体验上来做一个竞争啊。然后对用户来说，他其实或是我要找一个商品，或想买一个商品，我也不需要多个平台来进行一个比价啊，因为所有的平台它其实用的那个商品源也是同一份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会大幅降低了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察觉得到的那个摩擦成本。其实这种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各种不便，它其实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摩擦成本啊，但我们 Gmeta ID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然后比如说网约车啊，网约车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啊，可能大概3、4年前，包括那个滴滴和快滴啊，大家都在烧钱来抢这市场啊，这个也是由于数据不互通，然后因为2家公司之间没有一个互信机制啊，也没有像区块链的这么一个去信任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使得他们的数据也是不能互通啊。其实像过往几年的那个网约车那样的一个烧钱大战，基于 Meta ID 其实也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然后对用户来说，就假设今天的网约车它完全基于 Meta ID 的话，然后用户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子，比如说，我想要打个车，我想从 A 点去到 B 点，是吧？其实我不需要理会我打开的是滴滴快车还是 Uber 还是快车等等什么 app， 我不需要管，我只需要就可能发一个信息，就是我想要到 A 点到 B 点，然后将这个信息就是直接发送到 BSV 的矿工网络里面啊，然后相应的网约车公司他们就会监控特定的这么一个交易，然后就知道有这么个需求，他就可以主动的，就是可能给你发一条信息，然后这个接单我给你接了啊，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你约定的一个上车地点啊，这样子就变成了就刚才也提到过的，就是完全将以应用为中心改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啊。好，然后包括还有游戏游戏 Gmeta ID 也会产生很多很有趣的玩法比如说我 Gmeta ID 完全可以做得到，我在那个游戏A 里边是吧？我打了一个装备，或者是我培养了一个角色其实完全可以无缝移植到另外一个游戏里面甚至 Gmeta ID 能做到一个在游戏里面的游戏角色可以做到一个永生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用户通过游戏里面就是打造的道具也好，或者是培养个角色也好，它就永远不会丢失，并且可以持续培养我们认为这也是个很好玩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好，这刚才只是我的一个设想但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呢，刚才提到的那个社交 APP 呢，我们已经是马上要发布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 to C 的一个产品，就叫 Show APP 所以它是第一款基于 Meta ID 的一个链上社交工具刚才提到的一个未来的社交应用，其实我们也实现了大部分功能了，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玩的一个应用我简单先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基于 TX 流的设计就是能够完全掌控你所有和你相关的所有的交易就我意思是所有的在 BSV 主链上和你相关的所有的一个交易或是互动，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里边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得到
啊。然后第二点，它就是基于一个密码学的这么一个私密聊天工具，所以就那个安全度还有隐私度它是绝对有保证的。然后第三个，它是基于 Meta ID 的一个应用平台啊，这意味着就是所有基于 Meta ID 的应用，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一个使用啊。好，然后我这里有个简单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这款我们叫收 APP，它是第一款基于 Meta ID 的一个链上社交工具啊。它得益于 Meta ID 的特性啊，所以它是能够有很多很有趣的刚提到的一些功能啊。然后当然它就是也具备了一个联系人或者是一个应用平台等等的一个基础功能。好，然后它首先呢是一款社交软件，当然就是也有包括私聊还有群聊等等功能啊。这个聊天功能呢，我们是基于点对点的一个密码学加密啊，所以只有对话双方才能看得到里面的那个对话内容啊。然后呢，它也是个 Meta ID 的一个监控中心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我在刚才看到 SoBus 里边啊，别人给我关注了一下，我在 APP 里面能够立刻知道，能够收到通知啊，然后看到一个叫黑友的给我关注了。并且给我了一些关注的这么一个激励费用啊，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给他写谢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啊，然后熟悉 BSV 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就 BSV 的所有的一个互动其实本质上都是个交易，所以我们搜 APP 它是能够监控 BSV 上的不单是一个关注啊，然后可能还包括用户在 SoBus 里面给我点赞、给我评论等等。啊，我现在又给点了个赞，我在 APP 里面立刻能够看到了，然后也包括有评论，对吧？然后别人给我转发等等通知，我都立刻在 APP 里面看到。然后别人呢通过其他钱包通过钱包给我转账，通钱包给我转账之后呢，我也能在这个 搜 APP 里面第一时间能够知道。然后和其他应用不一样的话呢，我是知道是谁给我转钱的，而不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公钥地址啊。然后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搜 APP 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能啊，然后包括应用平台啊，然后还包括那个有类似微信支付的这么一个商家扫码支付功能等等啊。但我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其实每页 PPT 的左下角都有我们这个搜 APP 的这么一个官网地址，然后也欢迎大家去下载体验一下 Meta ID 的好处，体验一下未来区块链该有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其实刚才我们就演示了那个大概说了 Meta ID 是什么啊，然后也演示了一些我们基于 Meta ID 的产品啊，我希望大家也基本能了解到 Meta ID 它所带来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好处啊，并且是如何能够解决互联网信息孤岛问题的啊。其实 Meta ID 的那个效用呢，它其实更多是源于 BSV 还有 MetaNet 的这么个优点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基于 MetaNet 的2级协议 Meta ID 来解决互联网信息孤岛的问题啊，并且 Meta ID 还能带来很多好处啊，可以打造全新的一代的互联网应用啊，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开发者来说 ，Meta ID 它是能够大幅降低开发成本，还有大幅降低开发周期的。所以我们希望对区块链应用感兴趣的话，对所谓新一代互联网应用感兴趣的前端开发者他可以去了解或者是接入我们 Meta ID。接下来还有一些 Meta ID 相关资源的一个介绍首先就是 Meta ID 的官网就是 metaid.io 上面也有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已经是支持 Meta ID 的一些应用，然后还有一个叫 Meta Protocols 的一个链上协议发布网站就刚才提到的，包括很多的一个协议，包括其实聊天是个协议，点赞是个协议，等等这些协议其实全都是放在这个 Meta Protocol 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Meta Protocol.com 它其实一个纯链上的一个应用这意味着其实就 Meta ID 发布的一个协议还有 Meta ID 协议本身全部都放在链上，所以整个 Meta ID 的体系它其实是一个链上完备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假设在极端的情况，然后互联网不能访问了，其实我们也有办法将整个 Meta ID 的数据从 BSV 主网上恢复过来。
然后第3个就是还有一个是 GitHub 上的一个地址然后是一个关于如何创建 Meta ID 的一个例子。然后第4个就是我们也在 CSDN 上开了一个频道然后上面会连载一系列关于 Meta ID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文章然后上面这4个都是主要的一个 Meta ID 的一个资源的入口希望大家感兴趣的朋友能够把它记下来并且在视频后可以进行访问。好，然后最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对项目感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这2个方式左边是我的微信号有任何关于 Meta ID 的问题都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或者是可以给我发 email就是 sunny@showpay.io。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将本次大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个区块链从业者并且是能够持续关注 CSDN 上的一个 Bitcoin SV 开发专区Bitcoin网址是 bsv.csdn.net 然后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对刚才我说的那个内容 Meta ID 的内容感兴趣并且就是如果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大家对未来的一个区块链应用的一些思考或者一些兴趣的话，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蛮成功的了。好，然后最后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后续还会有其他的嘉宾带来同样精彩的这么演讲请大家不要错过请继续收听。好，我的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各位。